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今天是系列的第6期。上一期节目介绍了1985年6到7月份发售的游戏，基本上都还是移植作品。7月份任天堂的机器人套件也并不成功。实际上，在这一年有2个重大事件，一是在9月份发布了 FC 上真正的原声大作《超级马里奥兄弟》，另一件就是在10月份发布了 NES 美版主机。如果说在此之前任天堂只能称为日本游戏界的王者，那在这2件事之后，它真正走向了称霸全世界的道路。这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1985年8到10月份发行的游戏。前线原版是1982年泰东公司推出的一款动作射击类游戏，后移植到包括 FC 等多个家用机及微型计算机平台。玩家控制的角色是一个普通士兵，造型和敌方人物相同，区别只是我们的人物穿的蓝色军服，敌方人物穿绿色军服。游戏实际上只有1关，沿途会经过几个不同的环境场景，到达敌方司令部，炸毁敌方坦克，敌人就会举白旗投降。之后关卡开始重复循环。FC 版一关玩下来时间大概在3到4分钟左右。关卡分成前后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步兵战，可以用手枪发射子弹消灭敌人，或者扔手雷攻击。向上前进一段距离后，可以获得坦克或小型战车。这里的场景有一定的随机性，玩过的朋友都知道，小型战车的防御性差，被敌方一炮打中就会炸毁。大型坦克被击中后，有一段时间只会冒烟，这时如果下车再跳上去可以恢复，所以通常大家都喜欢用大型坦克，但随机到小型坦克也没有关系，可以不上车继续向上走一小段距离就会出现坦克。这款游戏的评价并不高，但当年街机版在日本卖得很好。要说游戏有什么特点，那肯定是人物的造型，走路时怪异的姿势，蹩脚的拿枪动作，再配上违和的音效，即使身处战场前线也感觉不到任何战争的氛围。再就是玩家要不停地移动，以降低被击中的概率。另外，游戏设计上有一个问题，角色要到接近画面顶端的位置，场景才能向上滚动推进。如果此时敌人从上方出现，直接开枪很难躲开。游戏的个人评价2颗星。迷宫塔又翻译为龙之塔或者德鲁加亚之塔，原版是1984年南梦宫开发和发行的街机游戏，后来移植到其他平台。游戏的设计师是远藤雅生，之前负责了铁板阵的开发。这部作品和同年 Falcom 发布的游戏《屠龙剑》被认为是最早的 ARPG 游戏，对后来同类型的游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游戏的名字就能知道，场景是在一座迷宫类型的塔里。玩家控制的角色是一名骑士，名叫吉尔加美什，他要从德鲁阿加的手中救出少女凯，并夺回象征和平的水晶棒。德鲁阿加是一条8条手臂4条腿的恶魔，他计划使用水晶棒神器奴役人类。迷宫塔总共有60层，每层需要在限制时间内找到场景中的钥匙，开门进入下一层。大多数的楼层都有隐藏宝箱，找寻每层楼的宝箱是这款游戏最大的特色和核心。这款作品还没有人物等级的概念，想要提升能力就只能靠获得宝物。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宝物的种类非常多，几乎没有重样的。有些帮助主角提升实力或者获得额外的能力，如增加攻击、提升速度、击穿墙壁、看见隐藏物品等。但有些道具会产生负面效果，还有的宝物是打败最终 BOSS 推动情节通关的必需品，相当于任务道具。出现隐藏宝箱的条件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击败一定数量的敌人，有的是移动到某个特定的位置，甚至还有在每个方向上移动一定的次数，按下开始键等不寻常的条件。游戏中的敌人种类也十分丰富，有不同颜色的史莱姆，穿着盔甲的骑士，不同属性的魔法师，甚至还有隐藏 BOSS， 都是后来各类日式 RPG 游戏中经常出现的经典角色。玩家用剑攻击，准确的说是拔剑后一直按住按键。敌方魔法师的攻击也可以用盾牌来阻挡。人物都有生命值的设定，但是在游戏中是不显示的，包括主角的生命值也不显示。没有错，
那靠什么知道剩余血量？开发人员会告诉你，根据经验。由于早年没有网络，也没有专业的攻略可查，玩家们破解这款游戏的谜题都靠口口相传、分享笔记，而且想要完全通关，很多条件必须达成，有些会让人想破脑袋也难以解决。这也造成了街机版在欧美游戏媒体中评分很低。我觉得这部作品在游戏历史中还是十分重要的，个人评价4颗星。漂浮枪手，按照游戏的原名直接翻译，名字应该叫做太空机器人莎莎，注意不是莎莎。最早于1984年发布在 MSX 平台，由 ASCII 发行，4年移植到 FC 平台。ASCII 这家公司当时主要从事计算机、杂志和书籍的出版业务，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微软在亚太的独家经销商。后来公司被角川书店收购。游戏的主角名字就叫莎莎，可以双人游戏。双人游戏时2P 角色叫做娜娜。这是一款射击类游戏，游戏的特点是角色除了在地面上左右移动外，不能跳跃，都是通过发射子弹的后坐力来移动。光就这一点，游戏的手感就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掌握。每关的目标是收集场景中标有字母 E 的能量即可过关。游戏开始时，角色有一定的能量值，武器发射子弹会消耗能量，碰到敌人也会损失比较多的能量。收集能量罐可以恢复，过关后能量值会继承，因此要时刻注意每关的能量消耗。游戏一共有16关，可以说关卡设计得非常优秀，难度从易到难逐步增加。每3关一个主题，每个主题的敌人和障碍都完全不同，一路玩下来都很有新鲜感。1到9关在陆地上，都受重力影响。第1到第3关的主题是草地，4到6关在仓库外，7到9关在仓库内，第10到12关变成水下场景，会受浮力和潮汐的影响，操作手感明显变化。13到15关来到外太空，变成零重力。最后一关太空场景的中央还有一个黑洞，会产生强大的引力，如果被吸进去，游戏直接结束。除了这款游戏， ASCII 这家公司后来陆续在 FC 上还发布过一些作品。由于这家公司的业务背景更偏向于计算机，公司发行的这些 FC 作品都具有早期微型计算机游戏的特点。在 FC 上发行的游戏也有一些共同特征，如游戏的玩法独特，程序设计优秀，但画质都很一般。在 FC 早期游戏中，画质勉强还能接受，到了中后期就跟不上潮流了。音效和音乐放在 FC 上更是落后了一个时代。综合下来，这款游戏的评价3颗星。本将棋内藤九段将棋秘传，这是 SETA 公司开发发行的游戏。这家公司名字如果按照汉字读音，应该叫做赖田株式会社。公司是1985年成立的，成立后就发行了这款游戏，后来为泰东公司开发了几年街机游戏。2008年公司破产倒闭。作为日本的本土棋类，这是 FC 上第一款将棋游戏。游戏的名字很长，内藤九段是将棋选手内藤国雄，在80年代中期正是他成绩达到巅峰的时候，是当时最优秀的将棋选手，所以这款游戏明显是蹭他的热度。游戏只能人机对战，可以进行多种设置，包括时间限制、让棋、先后手等设定，同时可以毁棋，向电脑申请毁棋，可能他一次不会答应，多按几次对方就会心软。关于 AI 的棋力如何，本身我不懂将棋，也无法评判，但按照 FC 机能和之前发行的五子棋的 AI 水平推断，将棋的 AI 也不会很高。个人评价2颗星。机器人陀螺套件，任天堂推出的第2款机器人系列游戏，和第一作方块套件一样，这款作品也需要机器人才能游玩。机器人的原理在上一期节目中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除了游戏卡带外，陀螺套件包括了2个陀螺、1个陀螺支架、1个陀螺托盘、1个旋转器和2个陀螺手。
陀螺套件的玩法和前一座方块套件不同，不是通过输入程序控制机器人，而是要和机器人一起合作游戏，帮助 Hector 博士闯关。屏幕上的博士要解除场景内的全部炸弹即可过关。具体玩法是玩家用 1P 手柄控制屏幕上的博士，人物不能跳跃，再将 2P 手柄连接到陀螺套装上，机器人通过接受屏幕上的光信号，拿起和移动陀螺，间接操控 2P 手柄上的 A 和 B 两个按键。2P 手柄的 A、B 键又控制屏幕上的红色和蓝色的柱子上下移动，所以即使单人游玩也得用到2个手柄，如果是双人游戏则是轮流游玩。现在看来，这种游戏方法简直是多此一举，不直接用 2P 手柄而非要通过机器人，但在当时还是高科技，是任天堂展示技术的重要手段。这座的游戏性比上一座要好一些，在北美也比较受欢迎，全球销量超过了100万份，个人评价2颗星。宇宙大射击又是一款 ASCII 公司发行的游戏，但与前一作不同的是，这款游戏是 FC 上的原创游戏 FA 移植作品，这也是 FC 平台上首款由第三方厂商开发的原创游戏。从这一点看来， ASCII 这家公司似乎更具有开拓精神。游戏名的中文翻译宇宙大射击特别的土，但又很接地气。原名 Gamos 盖莫斯是玩家控制的飞船名字。这是一款 3D 射击游戏，当然这里的 3D 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真 3D， 这部作品还是采用了伪 3D 技术，利用视差造成纵深感，这一点和第3期节目中介绍的火凤凰类似。不同的是，火凤凰仍然是一款垂直射击类游戏，而这款宇宙大射击采用追尾视角，让人感觉所有的敌方移动、子弹发射都在 3D 空间中进行。玩家控制的飞船有对空和对地2种武器类型，游戏一共有6关 ，A、B 2个难度模式可选择。每关的场景都是太阳系中不同的行星上面，画面背景中巨大的星球表面在周围宇宙点点星光的映衬下显得很有压迫感。每关的 BOSS 战都要在一定时间内命中 BOSS 福波斯5次以上，失败了就得从头开始，直到最后一关将他击败。这款游戏具备了我前面说的 ASCII 出品游戏的所有特点，玩法独特，画面勉强能看，音效垃圾。整个过程中耳边一直滴答滴滴答滴响个不停。鉴于这是 FC 上的首款3方原创作品，游戏的个人评价3颗星。石马大战，这是一款美式足球游戏，最早1983年由艾瑞姆在日本开发发行的街机版。FC 版由移植专业户东兴软件开发，艾瑞姆发行日版，北美及欧洲地区由任天堂发行。美式足球这项运动，球场上的队员很多，战术复杂，由于早期的机能限制，又要体现这项运动的游戏性，玩法上只能简化操作，突出重点。游戏采用自上而下的俯视视角，人物运动时垂直上下滚动，玩家不用选择进攻或防守战术。在进攻时，玩家只需要在开球时接球，然后尝试与四分卫一起跑动，将球传给跑位或是传给远距离接球手，从而决定进攻的路线。在防守时，选择2名球员中的1名进行控制，其他的球员则由 AI 自动控制。也可以踢球或尝试射门得分。游戏有5个难度级别：高中、大学、职业、季后赛和超级碗。不能选择队伍，场上的人物也没有能力差异，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跑步动作也都是一样。这款作品作为美式足球的鼻祖，虽然第一眼看上去十分简陋，但好就好在它抓住了这项运动的核心，从玩法上还是可以感受到这项运动的魅力。个人评价3颗星。坦克大战由南梦宫开发发行，是1980年街机游戏的重制版。FC 的官方授权版当年只在日本发行。游戏在一个方形的封闭场景内，每关消灭20辆敌方坦克，同时要保护自己的基地不被敌方破坏。敌人的剩余数量显示在画面的右侧。
可以双人同时游戏。双人模式下，敌方同时出现在画面的最大数量从4辆变成6辆。每一关的场景由几种基本地形排列组合而成。平原地形以普通黑色显示，还有森林、冰面、砖块、防弹墙、河流。森林掩盖踪迹，冰面变滑，砖块可以用炮弹摧毁，防弹墙需要坦克威力升到顶级才能破坏，河流使坦克无法通过。敌方的坦克分为4种类型：轻型坦克最普通，装甲车移动速度快，加强坦克子弹速度快，重型坦克有多重装甲。消灭彩色敌人会出现道具，星星强化攻击，手榴弹全灭屏幕的敌人，坦克图案增加1条生命，铲子加强基地防御，时钟短暂定住敌人，头盔让一定时间内处于无敌状态。游戏有关卡编辑器可以编辑关卡，另外 FC 官方原版游戏的场景数量为35关，往后会重复循环。这部作品普及度极广，国内的老玩家应该基本上都玩过。一方面是游戏本身的素质不错，玩法简单经典，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游戏的设计程序很简单，是最早被破解的游戏之一，同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改版，再被添加到各种合集里，如999合一、9999合一，甚至999999合一。不同的改版是最好的充数游戏，以至于很多玩家都搞不清楚原版的样子。游戏个人评价4颗星。超级马里奥兄弟，如果把任天堂称为游戏界的王者，那马里奥系列绝对是王者桂冠上最耀眼的那颗明珠。在经历了数年的红白机游戏开发历练之后，宫本茂和手冢终于完成了 FC 上的这部巅峰之作。水管工马里奥和路易吉兄弟来到蘑菇王国，打倒库巴，拯救桃花公主。从那一刻起，几十年不变的戏码一直反复的上演，每一次都让全世界玩家乐此不疲。8大世界32个场景关卡，降下关卡末尾的旗杆过关，吃超级蘑菇变大，吃到火焰发射火球，拿到隐藏星星可以短暂无敌，100个金币增加1条生命，沿路采蘑菇踢乌龟，发现隐藏在砖块里的金币和奖命绿蘑菇，有时还能沿着藤蔓上天，找到可以钻入水管的分支路线，计算如何能最快通关，消灭前7关伪装成酷霸王的小兵，第8关击败真 BOSS， 救出真公主。一遍的结束意味着下一遍的开始。仅就这款超级马里奥兄弟作品，对于主机而言，它让红白机进入了一个新的级别。之前如果比喻它是领奖台上的冠军，在这之后就变成了寂寞的无敌高手。对于作品本身，它重新定义了电子游戏的上限。原来游戏的世界可以如此奇妙。从此，所有的前辈、同辈和后辈游戏厂商都只能仰望跟随。当时现象级的销量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全球超过4000万份，仅在日本就卖出681万份，断档领先第2名384万份，并且第2名还是他的续作《超级马里奥3代》。即使哪一天他被超越，那也只能是多年后的自己。游戏评价5颗星。猪小弟，又翻译为3只小猪，1982年原版街机游戏由科乐美开发，此后也是多平台移植。1985年登陆 FC， 红白机上只有日版，由哈德森代理发行。要我看游戏名的中文翻译用猪小弟更为合适。FC 有机能的限制，街机原版里可不止3只小猪。这是一款射击类游戏，角色设计采用可爱的童话风格。猪妈妈用弓箭射击前来袭击狼群的气球，救出被他们绑架的小猪。玩家控制的猪妈妈乘坐一艘贡多拉，在屏幕右侧上下移动，需要看准时机发射弓箭，因为一次最多只能发射2支箭。每一小段时间上方会出现一串肉，这是强力的武器，可以直接对狼发射，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让狼群直接从气球上掉下去。狼的攻击方式是扔石头攻击，可以用弓箭阻止。如果石头击中缆车顶部会被反弹，但击中猪妈妈就会直接挂掉。游戏有3种场景模式。第一种，狼利用气球的浮力从上方降落，一旦狼落到地面上，就会出现在缆车后面的梯子上，偶尔会咬你，限制活动的范围，最多有4只狼。
第二种，狼利用气球的浮力从下方升起，当七匹狼到达山顶时，山顶的岩石就会被推下来，砸到缆车上。有时候会出现紫色的狼，它的力量更加强大。前两种模式通过后，会出现第三种奖励关。奖励关里狼不会攻击，又有两种玩法，一种是用肉直接攻击狼，另一种是射击紫色狼从上方扔下来的水果。另外，游戏里还有隐藏的道具，如树叶、蘑菇、蝴蝶、蟑螂等。击中除了可以获得额外的分数，还能有其他加成，如提供无限肉、奖命等等。游戏通过8关为通关一轮，后面的关卡难度越来越大，如气球越来越难打，障碍变多等。游戏整体的玩法设计很棒，随着关卡推进，难度曲线提升明显，玩起来紧张刺激，音乐也和画风非常搭配。缺点是比较单调，到后面很容易感觉无聊，连续玩上10几分钟，兴致就会慢慢下降。个人评价3颗星。碰碰车，根据游戏的原名直接翻译过来应该叫做城市连接，这是典型的看中文翻译就会误解作品内容，因为在游戏里碰撞并不是重点。街机版和 FC 版同年由杰利可发行，故事背景让人印象很深，日版宣发时的广告很吸引人，讲述了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15岁女孩克拉丽丝寻找她的梦中情人，开着自己心爱的克拉丽丝之车环游世界，在不同的国家旅行，同时还要躲避警车的追击。而在美版游戏中，主角克拉丽丝被替换成了一个男性角色，这样做显然吸引力会下降不少。游戏玩法是玩家控制车辆将场景里地面上全部的空格填满即为过关，有些类似吃豆人的设定。场景内有4层平台，车辆可以跳跃，并且跳跃在空中还能转向，可以捡起地面的油罐作为武器攻击警车让它打滑，然后可以将它撞飞。画面上方显示可以使用的油罐数量。需要注意的是，时不时地面上会出现竹笋，还有猫咪，都不能被攻击，只能躲开。FC 版有6个场景，代表6个不同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印度和日本。每个场景都用该国家标志性的建筑作为背景，画面也十分精致，是游戏的一大亮点。现在很多的书籍和网上课程都喜欢用从入门到精通这样的名字，在我看来，这款游戏要么不入门，要么精通，需要适应汽车的惯性手感，还有前轮抬起时无法跳跃，跳跃时结合好方向键，掌握这3点就会无往不利，否则就只能在第1关徘徊。游戏的个人评价3颗星。超级运动会，科乐美超级运动系列的第2作，和上期节目介绍的超级奥林匹克属于同一个系列。游戏的引擎和上一作完全相同，只是运动项目不一样，也是从街机版移植而来。原版街机的2部作品发售时间相隔1年，而 FC 上的2款只隔了3个月时间，基本上是前后脚。另外，这部作品之所以只有日版，是因为美版和欧版的游戏是把日版2部作品的8个项目合并到了一起发行，也就没有第2部这种说法。由此也能看出，日版分割成2部发售是科乐美早期收割韭菜的一种手法。这一作的4个项目是打飞碟、3级跳远、射箭和跳高。画面右上方依然显示过关成绩和世界纪录。打飞碟用 A、B 按键控制2侧的射击，飞碟到红框内按下按键可以击中，连续击中红框会变大，还有可能出现蓝色或红色的飞碟。3级跳远和第1作里的跳远类似，快速连按 A 键助跑， B 键起跳，按住不动调整角度。射箭是在靶位移动向下时按键射击，同时需要关注风向。跳高和跳远的玩法类似，连按助跑，蓄力起跳调整角度。这座的4个项目整体难度要高出很多，特别是飞碟和射箭，很考验瞬间的反应能力。游戏的个人评价3颗星。公路追击16，最早是1981年 Sunsoft 的街机版游戏，
FC 版在移植开发时对游戏进行了优化，画质较街机版有所提升，同时设置了3种游戏难度，3种难度模式的音乐也不同。虽然是开赛车，但玩法更像是一个动作游戏。每一关有16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方形的迷宫场景。游戏目标是收集房间里所有的道具钱袋，同时避免与对手相撞或耗尽燃料。汽车一旦启动就不能停下，直到过关或者挂掉。离开房间后，画面会切换成雷达模式，显示一个4×4的地图，标明了敌人和道具的位置。汽车的燃料限制显示在画面的右下方，可以按加速键，燃料消耗会加快。可以通过房间中的加油图标补充燃料。如果在房间里拿到黑白旗，敌方会变成红色，一段时间内可以反杀敌人。有时候钱袋会短暂变成黑色，不能直接拿取，需要等待它变回来。这款游戏虽然较街机版提升了画质，但整体的设计理念还属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早期电子游戏的风格，比较落后，也没有很突出的游戏特色。个人评价2颗星。猎车寻宝，哈德森发布的一款动作冒险类游戏，游戏原名的直接翻译应该叫挑战者。最初是移植计算机平台的游戏《逃亡快车》，FC 版原创增加了第2到第4个场景，后面的关卡和火车没有关系，所以当年中文翻译成猎车寻宝，很有可能是翻译的人过不了第1个场景。玩家扮演的角色是一名考古学家，这个设定是为了致敬电影《印第安纳琼斯》，考古学家的名字就叫做 Challenger 挑战者，他要从敌人唐沃尔多拉多手中拯救公主玛利亚。这是一款非常有特点的游戏，总共4个场景，都有时间限制。第一个场景在火车上为横版类型，可以跳跃，攻击方式是扔飞刀，如果碰到敌人会直接挂掉。敌方 BOSS 带着公主逃脱，离开火车后进入第2个俯视场景沃尔多拉多岛，这个场景不能跳跃，仍然可以用飞刀攻击，人物出现血条，碰到敌人不会立即挂掉。这个岛屿场景非常庞大，在早期的 FC 游戏中非常罕见，有多种类型的地形，要在岛上找寻不同的洞口，进入洞口切换成场景3，再次转换成横版视角，要在不同的场景3内收集钥匙、戒指和王冠道具，凑齐关键词。每次游戏这些关键词位置都是随机的，并且可能会有重复。完成收集后，进入第4个场景金字塔和最终 BOSS 决战，救出公主。游戏开始前可以选择难度等级，总共有16级，不同的级别决定场景中的敌人数量和种类。级别越低，敌人的数量越少。但有意思的是，并不是级别越低越简单，因为敌人数量太少会影响获得道具。连续消灭4个相同的敌人，并且没有 miss， 会出现强化道具力量之剑，可以一定时间内提升能力。要用飞刀击打的方式获取，而不是走过去拿。有些敌人只能在强化后才能消灭，也有可能出现力量宝石，可以全面屏幕上的敌人。还有一种道具叫诚实的金鱼，不同的场景下作用也不相同。在俯视场景中还专门制作了几个陷阱区域，引诱玩家进入并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游戏的敌人种类也很丰富，超过了10种，而且都是单独设计的造型，不是简单的换皮。这是一款要素十分丰富的游戏，俯视场景部分更是让人惊叹，已经有了初代塞尔达的影子。如果要说找缺点，那就是在熟悉了大地图场景之后，通关时间会变得很短，精心设计的陷阱也只能骗过玩家1次。哈德森在开发时终究还是把它当成了一款更偏动作类的作品。横向卷轴的场景里一碰就挂的设定，在这作当中显得过于硬核，探索的部分也并没有深入挖掘。游戏的个人评价4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觉得不错，还请赏个3连。有什么好的建议，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期再见。